走自由的模型，听 C 狗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恩分享。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是我们的老厂的小白龙曾经出品的宇宙星神系列两款拼装模型，大地星神盖亚和太阳星神阿波罗。这两款模型目前的现货价格差不多在39.9块左右。随着这一届 WF 展落幕，国产老机甲动画的产品也是焕发新生。虽然新的宇宙星神造型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就是了。那么本期正好借着这个热度来看一下小白龙在今年再版的这两款宇宙星神是什么素质表现。两款模型的盒子看上去还是挺华丽的，周围一圈也都是模型和动画相关的介绍，上面还有小白龙的微博二维码。不过这一次的盒子上没有看到宇宙星神相关的授权标志，据了解出版的是有的，不过也可能这么多年了，授权也到期了。目前我手中的这两款模型都是6块板件，阿波罗里边正常应该是7块，还有一板造云手的零件，但是我这一盒里没有，不知道是不是中奖了。补色贴纸部分，阿波罗的会比盖亚要多一些。说明书是普通的折页，工作量并不是特别大，二者都有一块通用的 PC 件，数量还挺多，会剩余一部分。白色板件整体来说是比较干净的，但是细节和棱角是比较肉的，而且整体零件的飞边和塑胶会很多，也很明显。阿波罗的橙色通零件质感会很好，细看的话表面不是特别工整，处理的会比较一般，但是这个通透度还是比较够用的。灰色板件整体效果也还可以，大部分的细节刻画都比较清晰，但是拉近一看，表面会和打印件差不太多，部分零件会有明显的纹路瑕疵。阿波罗的红色外甲是采用了金属成型色，发色挺亮挺好，但是会有明显的水纹。盖亚的蓝色零件发色也比较正，只不过细节刻线也是比较一般的，零件表面也不是特别的工整。这两款模型的内容物都包括一个主体和一把武器，还有一部分剩余的 PC 件。不过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我这一盒阿波罗缺少了一板造云手的零件，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模型主体高度在16厘米左右，算上背包组件的话会更高一些。盖亚的贴纸补色主要就是上臂的黑色、胸前的黄色和绿色、膝盖的黄色和黑色。阿波罗全身的黄色条纹全部都是贴纸补色，除此之外，剩下的部分就需要各位再进行手动补色了。在主体分色上，由于缺少了出版的红色板件，所以这个部分就需要玩家自己补色。主体的关节紧实度，盖亚对比之下会更好一些，但是组合度也会更差。分件水平是介于万代老 HG 和 TV 之间的状态，该有的也都有，但是依旧需要使用贴纸补色。眼睛部分建议直接补色，不然不是太明显。头部的细节刻线会比较粗，不过渗气的过程还算是比较流畅。面相整体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很正。不过盖亚的脖子没有单独的分件，对于可动会有一点影响。盖亚胸部分为2段，下端是柱形卡榫，腰部中段是球形关节连接。不过腰部的这个球形关节没起到什么作用，胸部和腰部的前后合零件也都需要进行扩口，组合度会很紧。另外肩膀 PC 件安插的也会很紧，需要用力。这两个灰色零件会有些薄，拼装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零件的受力。盖亚背包的这个结构估计各位也挺熟悉， MG 红一端改的背包连接件配置，内部也是有提供卡尺，活动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固定效果，稳定性是比较不错的。零件细节和整体的内衬处理还不错，下端也有4个喷口零件，这个部分的零件会比较薄，建议使用工具一点一点给它怼进去。裆部柱形卡榫也是单边结构，卡榫会有点细，但是内部是有加强筋的，把玩注意一点其实就行了。裆部前裙甲是带有可动，并且这个部分是有内衬零件，侧裙甲需要用水口钳给它来一刀，卡榫偏紧，或者针对球形关节进行打磨处理。后襟甲柱形卡榫的安装会非常紧，需要把卡榫削出一半再进行安装，并且这个部分是不可动的结构，也没有内衬。肩甲为单独结构，侧面的盾牌组件根部也是有可动关节，能够调整角度，并且这个活动关节也是比较够用的。盖亚上臂的零件安装是有问题，这个部分拼完是歪的，需要给它掰回来，然后内部进行填充固定，并且上臂白色外甲这个部分前后合也是需要进行扩孔。手臂整体的造型算是比较饱满，但是分件精度要差了一些，缝隙和组合度都不咋地。造云手的手背甲也需要处理一下，很紧，更换武器的时候会比较费劲，并且造云手球形关节装进去以后会很松，需要加固。盖亚的专属武器是玄铁激光枪，但是吧，这把武器主要我感觉还是大剑形态，握把也是有2个握持角度，可以转换枪和剑模式。不过前端剑刃不能像剧中一样上下展开，呈现枪的模式，造云手和握把部分的差距会有些大，建议填充加固一下。不过我这里还有一个疑问，这个枪模式的扳机怎么在下面啊？用无名指开枪吗？肩部可动不太安全，有点紧，并且还是 PC 件和比较薄的零件组合，手臂平台能够达到当前的水准，
把玩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按住根部进行果冻，避免断裂。上臂关节虽然是歪的，但是平转其实是正常的。手肘是二段式结构，只能达到90度的活动角度。同时，内部的柱形卡榫建议给它打磨一下，这个部分也是偏紧的。腿部需要处理的主要就是在大腿和大腿根的左右核必须扣孔非常紧，飞边还多。大腿前后的灰色零件也需要给它处理一下，这个部分的卡榫会有点歪。脚部蓝色外甲会偏紧，安装的时候需要用力。小腿侧面的护甲和肩膀一样，也是可以调整活动角度。胯部是柱形卡榫进行连接。大腿根部的可动会比较优秀，不过大腿根部的平转关节偏紧，把玩需要注意一下。膝盖关节属于是外甲左右核夹住内部的 PC 件进行连接，紧实度会比较一般，但是膝盖的可动角度还是比较不错的。脚腕可动也够用，但是超出范围的话很容易给它拽下来。同时脚部的零件精度也是比较差，缝隙会很大。得益于盖亚的腿部比例是比较不错的，单膝跪地的动作比较自然。阿波罗的头部造型对比动画缺少了刻线，看着不是太对。整体的关节设计思路和盖亚是差不太多，但是阿波罗整体的体型会更瘦一些，不像盖亚那样比较方正。头部是采用了 PC 件单独连接，可动幅度会更多，可动角度也会更多一点。肩膀是球形关节连接，摆动作对比盖亚会更顺畅，但是也会更松。肩胛外侧也是球形关节套 PC 件的设计，手臂依旧是采用了2段式结构。小臂侧面装甲卡榫比较细，并且这个地方凸出来的会比较多，把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很容易断。3云手的手背甲依旧是需要进行扩孔，安插会比较紧。腰部也是球形关节加柱形卡榫的设置，但是后面背包连接件的缘故，阿波罗的腰部几乎是没有可动的。背包组件也是柱形卡榫插在了连接件上，根部也有抬起可动，并且这个地方还可以进行旋转。两侧的大型组件是球形关节进行连接，可以调整可动角度。背面安装的连接件可以直接挂在阿波罗的武器日冕剑，但是我这个透明件的剑刃稍微有点歪，而且挂在连接件也没有啥固定效果，就直接插进去就完事了。前云甲是球形关节，这个地方有点偏紧，需要打磨处理。侧云甲也是需要像盖亚那样给它来一刀进行扩孔。大腿根部是本款模型最大的问题，软。这个部分是正常的球形胯部，但是大腿根内部还嵌套了一个 PC 件，并且 PC 件还是可以活动的。虽然保证了球形关节胯部的可动角度，但是没有了稳定性，摆动作是个问题。不过老实讲，如果万代早期的模型球形关节也能有这样的开装设计的话，虽然失去了稳定性，但是好像也能有不错的可动角度，至少把玩能舒服一些。膝盖也是3段式结构，可动幅度够用，但是和盖亚一样是偏松的。小腿外侧的装甲也是带有独立可动，不过这个部分是卡榫比较细，加上还很紧，建议打磨处理一下。脚掌部分同样是因为精度误差有缝隙，没办法完全拼在一起。阿波罗整体的组合度要比盖亚好一些，不过也有点零件需要给它处理一下。大腿根部的左右核脚腕 PC 件安装很紧，头顶这个天线安装是特别紧的。前云甲需要打磨，背包柱形卡榫也是需要打磨处理。另外，阿波罗的贴纸示意图也有问题，黄色贴纸需要贴在这些缝隙里边，但是贴纸精度一般，主要是肩甲这个贴纸不太匹配，所以我个人还是建议直接补色吧。总的来说，这2款模型也算是拼装线宇宙星神里边比较好一点的。我接触过的也就只有灵动创想当年的 SD 宇宙星神和魔魂真悟的盖亚，成品确实没买过，而且现在价格也都挺贵。小白龙也算是国产老牌模型厂了，我印象里只整过小白龙的各种翻模高达模型，还有一些小白龙的原创拼装产品。素质表现在当前这个年代也不是太行，算是目前翻模 HG 的水准。我知道各位可能执着于这一款模型能不能变球，怎么说呢？按照剧中那么变形，确实需要一些赛博坦科技，也算是在变形和一体性中2选1了。不过蓝狐当年出的各种机甲 IP， 在如今来看造型也不过时，而且阿波罗的这个造型貌似还是当年买的设计图，所以造型上会更好一些。同时蓝狐的其他机甲也有很多不算是完全的原创吧。这2款模型修修补补，我个人感觉也还是不错的选择。便宜的小杂变，简单的收拾收拾也能玩，或者再等等未来要出的那些东西吧。本期的 C 狗魔玩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